我不可能让我的模特穿高跟鞋在弹跳床跳，就给我拍桌子说你怎么可以让那个化妆师秀我女儿的眉毛？模特一个月最多可以赚多少？有最讨厌哪一个模特吗？能说吗？我等下可能后悔我录了这一段。美丽，快阻止我！Hello， 大家好，我是 Bonita， 我是 Basic Models 的创办人以及总经理。今天我要接受黑卡 K 的快问快答。1到10，你觉得自己有多凶？我不凶啊，我凶吗？不凶吧？0。用3个词来形容自己。工作狂，直接，常常肚子饿。生第一胎的时候，我在产房的时候还在工作，因为那时候公司刚开，我是 one man team， 所以我躺在产房多久，我就在回复工作的邮件多久。你可以接受别人多久回复你的信息？看我有多急。一般我们模特的话，5分钟；如果很紧急的话，2分钟没回，我可能就会打电话了。因为我们这一行就是跟时间赛跑，我们只要比别的公司慢，他那个工作可能就不会定下来。那你为什么会想做模特经纪？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工作是没有 dress code， 根本不知道模特有经纪人这一块。然后后来就是刚好有一间广告模特经纪公司在找经纪人，我去应征的时候我就只问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这边有 dress code 吗？他说没有。我说那好，我开工了，就这样。那如果你没有当模特经纪，你会做什么？这是一个难的问题，我被很多人问过 ，I don't know， 我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空间每天做同一件事。全职妈妈？不可能，不可能，那都会疯掉。我没办法，我 COVID 的时候在家待太久，我都快疯了，不行。那你最讨厌什么样的 fashion trend？我这样讲会得罪很多人，我讲过蛮多次了。我不喜欢洞洞鞋，我们旗下很多模特穿洞洞鞋。我说确定你要穿这个？然后他们有一阵子就是来公司的时候会避开。今年年头刚回来的 Y2K 我也很讨厌，虽然我是 Y2K 的那一班人，但是我完全无法接受荧光粉红、荧光绿。I cannot。你怎么开始 Basic Models？ 我当了广告模特经纪5年。然后转过去当了一间国际 franchise 的公司的经纪人，当了不久，那个老板就不干了，所以那时候就是要么我离职，要么就是把这一班全部的 model 转到新的品牌旗下，所以那时候是因为这个契机而去开了 Basic Models。为什么会叫 Basic Models？ 因为我觉得有些浮夸的名字我不行。我们那时候在考虑名字的时候，我老公也在给我很多的建议。他本来叫 Lima， 我老公 Alex Lee， 然后我姓马。他本来叫 Lima Models 是不是更难听？因为我摩羯座，我喜欢一些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回归最原本的，就是你们在 shoot 的时候，你最 basic necessity 需要的应该是 model， 所以我们就采用 basic 这个字。你觉得创业多难？创业不难，守业难。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才800块新币就开公司了，可是怎么样经营，然后把它运营下去，到让它长长久久，这个才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模特经纪公司真的都不好赚，模特经纪的那个佣金真的不多。全球化来讲，一般是20%到50%，我们新加坡就是差不多在中间。但因为我们在做母经纪。母经纪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会投资很多钱去栽培新人，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赚回来，所以不好赚，别人来开公司。模特一个月最多可以赚多少？不少，5位数，甚至有一些模特可能一个月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工作进来的话，国际大片可以到6位数。你有见过这么奇怪的 audition 的要求吗？很多哎，有一次有一个 shoot， 他们要模特在那个弹跳床上面做实景，穿着高跟鞋跳，我觉得那个蛮荒谬的。然后结果那个 casting 我把全部人撤掉，我说没办法，我不可能让我的模特穿高跟鞋在弹跳床跳，扭到怎么办？那个3寸哦，这么高，疯。可能有一些客户觉得自己是客户，所以有很多无理的要求。我们有一场蛮大的 show， 全场 model 也是跟我说，全部的人都离场了去吃饭，但 model 却被要求留在那个空间里面，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午餐，然后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就是点心跟水也没。那我也生气啦，我就带了我团队带了那个麦当劳一起下去，我说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也包了，我说全场吃饭，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不行的事情。你为了工作做过最奇怪的事？我有一个 model。就 Layla 上次她去了 Gucci 的 casting， 我就为了希望她得到那个 job， 我起誓，如果她接到那工作的话，我就戒牛肉戒1年。我就的确戒牛肉戒了1年，后来她就接到这个工作，想死那时候是想死，好难哦。谁吃火锅不加肥牛？ Gen Z 模特和 Millennial 模特最大的差别？
Millennial 模特比较容易沟通。Gen Z 模特比较在我面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比如说，我可能 Gen Z 的模特说：“哎，你们的那个 social media 一定要 active 哦，因为最近很多厂商在看，尤其我们时装周的时候，很多大牌在看。”他们就说好，然后都不 po。但 Millennial 的他们就会立刻马上去 po， 那个积极性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想做 Making of Model？那甄选的过程，我们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会碰到很多华人的家长不是很愿意让儿女加入做模特这一块。那 Making of the Model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让我们直接去给他们看我们的训练过程，然后公司的经营过程是怎么样，让他们比较安心一点。被模特父母骂过最惨的经历，那是有一个英国的模特，小女生差不多16、17岁，去一个秀的时候，化妆师就问她：“你的眉毛我能不能修一下？”现场问她的时候，那个模特说 OK， 她眉毛本来是很浓密的。帮他修稍微一点点，就修细一点点。但其实以我们现在公司的规矩来讲，就是如果化妆师这样问，你要么可以说不 OK， 要不然你说等我先问问我经纪人，那经纪人来回答。那反正就是后来那个女的也修了。修也做了，然后完了之后，他就跑回去跟他的爸妈诉苦，说化妆师把他的那个眉毛修细了，他不喜欢。那他的爸妈两个就是一堆刺青跟很大只的爸妈，就是他们很爱运动，就约我在那个 Holland V 的 Starbucks。然后那时候我还大着很大的肚子，那差不多8、9个月，肚子超大，小小的桌子就在前面就给我拍桌子说你怎么可以让那个化妆师修我女儿的眉毛？我那时是有点傻了，我说这个东西其实电话沟通就可以，你把我下来凶我干嘛？反而他们就很气，他们离场的时候我是有点 shaken 的，就是真的很大只。那你挑模特的时候，最先看重的特质是什么？礼貌，这是我们很注意的一点，就是等我们筛选完了之后，我会跟当天的 model helper 开会，然后我们先讨论，就是这个人有没有什么我们觉得不礼貌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我们其实就立刻把它筛掉了。最讨厌当经纪人的什么？是跟模特吵架的时候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内耗。之所以那么多模特会跟我们公司这么久，甚至有些可能10多年起跳，都是因为我们中间一定会有磨合期。那我觉得，当经纪人最有趣的是，你跟一个模特很久的时候，你是经历他可能从女孩到女生到女人。最久的是 Amy 从13岁从我的广告模特经纪公司跟我到现在，那她现在30，今年30，我能讲的，因为她反正都已经宣布她30岁。有吵过最凶的一次吗？很多很多，好像有，好像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模特说他想要，哎呀，算了，不提了。哎，不可以讲一下。也就过了这件事情，反正就是大概意思是，有些模特可能想要为自己的品牌做一些事情，那公司其实很愿意去支持，包括可能人力、物力、金钱。可是结果你发现他的 commitment 没有跟公司是一样 level 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吵起来，因为这明明就是你要做的。我很少跟模特就是当面吵到，你知道吗？就是会对吼的那一场，就只有那一次。然后最后是怎么和解呢？好像没和解，就解约了。有最讨厌哪一个模特吗？能说吗？没有吗？没有，我都很爱我的模特，已经离开就别提了。有发生什么事让你就是很讨厌？我一提他就知道了。我等下可能后悔我录了这一段。Mandy，快阻止我！印象最深刻的负面留言，我们公司都蛮多的啊，就说我很凶啊，或者说我们很 toxic 啊，恐吓蛮多的。比如说我们有模特去参加那个真人秀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很入戏，他们看的时候就觉得我不喜欢你家的模特，那他们把那个恨也带到公司来。那时候我就会收到很多那种说，如果你不把这个女的那个解约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对你公司。没有发生过太离谱的事情，就是有疯狂粉丝上门来，然后不走，然后一直说想要见我们这个模特，又跟我说他跟这个模特妈妈约好在公司相见，然后越听越觉得越不对，然后就一直想要闯进来。因为我也蛮凶的，该凶的时候还是会凶，关起门来就很害怕，因为赶快打给保安，我说赶快去上来救我，有疯子在门口。做过最后悔的事啊，好多哦，帮了很多人都蛮后悔的啊。比如说，可能有些刚入行的，或是一些新品牌上门，可能要求合作，然后他们希望有一些guidance，或希望有一些那个 basic 能帮忙拉他一把，我都拉了。
然后之后都会很后悔，因为就是被反咬一口。比如说以前是摄影师，然后在我们这边的时候，新人阶段的时候，我们帮他拉拢机会，或者帮他就是安排一些什么很大的模特给他试拍。那后来他就自己去开模特经纪公司，这样子的很多。我刚出道的时候，我收过很多帮忙，那我希望可以把这个善传下去。但我有时候是真的蛮后悔的。那为什么会想经营 Family？Family 不是我 ，Family 是我老公，是我老公在经营跟拍片，那我去做就经纪人该做的部分。本来是我儿子想要当 TikToker，Gen Z 的梦想，希望可以当一个那个轻轻松松赚钱的 TikToker，所以他老爸才去开了一个 account。但我觉得他现在是 reality check， 他每次要去背稿，或者是给他爸爸按着说，我们现在就要2个小时就来拍这个。你怎么认识你的老公？哦，我跟我老公以前是 Poly 同学。是谁追的谁？陈年往事不要提了。是你追的？陈年往事不要提了。你最喜欢老公的什么？胡子，所以他一剃胡子我就很生气，我看他就讨厌。他必须得留他胡子，是因为让我看得顺眼，回家不要那么大的火。那你对待孩子和对待你旗下的模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没有差别，都是孩子。不一样的是，自己的小孩可以扭他耳朵，自己的模特不可以。你真咬牙。那你会很在意他们穿什么吗？大儿子现在有点控制不了，因为他就是现在要播男生，那个抽屉最上面的哪一件衣服，他就拿那一件就走了。然后有时候他穿到我都不好意思，因为他现在那个辨识度蛮高的，所以有时候他在外面给人润到的时候，我都很丢脸，因为他可能搭一个什么夹脚拖，然后家里的 pajamas 的 T 恤，然后再配个牛仔裤，就不伦不类。所以我现在可以管的就是尽量把抽屉最上面那一件起码是好看的衣服。会像儿子接手 basic models 吗？想都别想，不可能，2个儿子都不可能，性格不适合。大的他比较天马行空，我怕他一下子把我的那个家产败光了。小儿子太撩妹，我怕他来这边就把我这边干得不正经。2个兄弟都是这样，我大儿子小的时候，我们把他带去片场，他会经过美女旁边，突然把地上的椅子举起来，然后就是一直这样举，给他们看他有多就是 muscle。那时候才6岁，然后现在小儿子就是看到那个姐姐们就会过去，就是一直那种含羞答答的那边一直跟他偷笑，很恶就对了，不行。那不交给他们 basic models 怎么办？做到我退休，我希望可以交给豆豆，豆豆应该会比较冷静一点。豆豆啊，干嘛交给你 ？OK， 豆豆啊。那你为什么会想写书 ？COVID 没事做，然后本来写的东西更负面一点。就是可能跟模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希望大家看了我的书之后，觉得模特经济不好当，还有就是当模特很辛苦，然后不要来跟我抢饭吃。主要也是比较帮忙可以宣传公司。Basic Models 的 Open Casting 是明年5月第1个周六，我们的那个要求还没有公开嘛，但如果你有符合我们的标准的话，希望你来参加。谢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跟分享，拜拜。